哇！我哋集齊到3部2024都用 Snapdragon 8 Gen 3一代處理器嘅大摺機。咁 Honor 同小米就好落力喺硬件上面爭豔鬥麗，而 Samsung 嘅 Galaxy AI 喺軟件上面就唔可以忽視嘅。大家好，我係 Rayma。今次呢3部機各自嘅開箱評測之前都已經出咗㗎啦。如果大家對個別邊一部機特別有興趣嘅話，歡迎睇完今次呢條片之後再睇埋我 playlist 其他片嘅。好啦，對於摺機，相信大家同我都一樣，最關注嘅主要有幾個部分。首先有轉軸嘅做工同埋可靠性，螢幕顯示同埋摺痕嘅控制，便攜性包括佢嘅厚度同埋重量，同埋防水嘅性能上面係點樣，仲有相機等等方面啦。好消息係今年3部主流嘅大摺機都已經加入咗 IPX8 嘅防水級別，亦即係代表呢3部大摺機其實都可以完全浸泡喺水入面。而特別一提 Samsung 嘅 Fold 6係有 IP48 嘅防塵防水，4呢個等級代表可以防到1mm 或者以上嘅微粒。對於轉軸嘅耐用度上面，相信係會有更加好嘅表現。而至於機身比例方面 ，Magic V 3就用到20:9嘅外熒幕，6.43寸，佢嘅尺寸同埋比例都會比較接近主流嘅旗艦手機。小米嘅 Fold 4外熒幕就去到21:9 6.56寸。佢都算係比較接近主流手機，而佢嘅體驗會比較似之前嘅 Sony Xperia 手機。但係今年嘅 Xperia One Mark 6都換咗19.5:9，即係 Magic V 3呢個20:9會係而家主流嘅趨勢嚟。最後 Samsung 嘅 Fold 6外熒幕係22:9，三部入面最修長嘅一部，加上尺寸係6.3寸，所以熒幕面積同埋闊度都係三部入面最窄嘅。而不過佢會換嚟更加好嘅單手緊握同埋單手操作嘅效果，但係當然要比較鍵盤打字大細，每一粒按鍵嘅大細，熒幕越闊會係越好嘅。OK， 呢個畫面大家應該等咗好耐啦，係厚度嘅比較上面 ，Magic V 3係三部入面最薄啦，9.2mm， 打開之後4.35mm 係三部入面最薄嘅。重量有226g， 而輕同薄嘅機身入面都有5150mAh 嘅電池。Snapdragon 8 Gen 3處理器亦都有配備液體散熱系統去幫助散熱同埋效能發揮啦。好啦，小米嘅 Fold 4體態會比較近 Magic V 3，都有比較薄嘅感覺同埋比較闊嘅機身。合起上嚟嘅時候，機身厚度有9.5mm， 而打開之後有4.6mm。重量一樣有226g， 而佢嘅電池有5100mAh， 都有液體散熱系統。最後 Samsung 嘅 Fold 6接埋一齊嘅時候，厚度有12.1mm， 而打開嘅時候去到5.6mm。重量有239g， 一樣有液體散熱系統幫助 Snapdragon 8 Gen 3處理器去散熱啦。而佢嘅電池係4400mAh。咁喺機身嘅體積同埋重量厚度上面，咁的確喺小米同埋 Honor 就明顯喺呢度佔優勝，亦都喺電池容量上面明顯會比較大。而不過呢度可能係另一個都係最關注嘅部分，係佢嘅轉軸嘅做工同埋穩陣嘅程度。咁相對冇追求到極致輕同薄嘅 Samsung Fold 6，佢嘅轉軸就可以做到任意角度嘅懸停效果。佢真係去到好細角度就咁打開，已經可以承托住喺度啦。再去到一直打開到最盡，接近180度啦，咁樣都可以停喺度。而成個過程係好絲滑，同埋任何角度嘅承托力度都好均一。而中間薄嘅小米 Fold 4嘅轉軸都有好絲滑嘅效果啦。但係佢嘅 mechanism 相對有啲唔同，打開嘅時間佢有一股力會直接推到熒幕去到大概45度咁嘅效果。而之後係可以任意角度再去調校，都可以做到好大角度嘅懸停。佢嘅轉軸絲滑程度同埋唔同角度之間承托力嘅均一程度，其實會比較接近 Samsung。而最後真係極致薄嘅 Magic V 3，反而喺轉軸上面要去到比較大角度先至有意義上嘅承托力度。而去到呢個大概50-60度左右之後，一直去到最盡都會有懸停嘅效果啦。而翻轉頭，相對比較大角度，其實熒幕都會彈翻轉頭，未有足夠嘅承托嘅。OK， 另一個我自己或者你哋都一樣最關注嘅係內熒幕嘅顯示同埋尺寸。
Magic V 3嘅內螢幕有 7.92 寸，比例上其實去到差唔多正方形 9.78:9，都有支援1至到120 Hz 嘅動態刷新率，最高光亮度去到1800 nits。OK， 小米 Fold 4嘅內螢幕就去到 7.98 寸，最接近8寸咯，去到9:10，都有支援1至到120 Hz 嘅動態刷新率，而最高光亮度係1700 nits， 不過峰值亮度係可以去到3000 nits。好啦，而 Samsung 嘅內螢幕，因為成部機身外螢幕都有比較修長嘅設計，同埋成個機身都係比較修長，內螢幕就去到 7.6 寸 10.47:9， 真係明顯比較一邊比較長，一邊窄翻少少嘅螢幕，最高光亮度去到2500 nits。好啦，而呢個角度就睇到三部機對於摺痕嘅控制上面，摺痕控制上面小米同 Samsung 就有比較接近嘅表現。同樣都喺打側角度嘅時候會比較明顯見到摺痕位置啦，而正面去睇，特別喺有畫面顯示內容，其實唔係太揾到摺痕，只係顯示一啲比較暗嘅畫面，或者喺冇顯示任何嘢嘅時候會見到。而 Magic V 3嘅摺痕就的確係會最淺同最唔顯眼，佢唔顯示任何內容喺或者顯示比較深色嘅畫面，其實摺痕都唔係咁覺眼，或者見到不過唔太影響觀感，或者日常去用嘅時候，其實摺痕係最唔容易察覺。亦都就算見到都唔影響到畫面顯示。好啦，而關於螢幕，今日嘅影片贊助 TriSkin 全貼合手工玻璃貼，針對 Magic V 3外螢幕呢個曲 mon 設計嘅全貼合玻璃貼已經出咗。咁佢有應用全貼合手工上膠技術，喺呢個螢幕外邊位置嘅 2.5D 弧度，可以做到完全嘅貼合，冇任何嘅 air gap。咁呢個設計就可以最大程度咁保留到呢塊螢幕原有嘅對比度同埋顏色顯示，還原翻本身應有嘅顯示效果。咁你喺入手新機之後揾緊一塊比較高質素嘅玻璃貼，咁都歡迎喺影片描述位置個 link 度睇睇。OK， 另一個今次要比拼嘅部分係相機方面，當中 Magic V 3同埋 Samsung Fold 6都有3鏡頭配置，而小米 Mix Fold 4就有4鏡頭，當中有2個係遠焦鏡頭。而好消息係今年3部大摺機嘅主鏡頭都有去到5000萬像素，1over 1.56寸嘅 sensor 都去到主流旗艦機嘅級別。OK， 我哋睇成像效果比較之前，今年嘅摺機都終於算係喺相機軟件或者係相機方面係比較着重多嘅一年。而喺 Magic V 3上面，今次喺大摺機都加咗上次我哋喺 Honor 200 Pro 上面第一次見到嘅 Hardcore Color 模式。而小米 Fold 4都順理成章有應用 Leica 合作嘅相機系統。自動模式就有 Leica Authentic 同 Leica Vibrant 2個 Color Profile 去選擇，而 Portrait 人像模式上面都有 Leica Portrait 同埋 Master Portrait， 仲喺大師鏡頭系統入面有模擬翻當年 Leica 幾支經典嘅鏡頭效果。最後 Samsung 嘅人像模式相對就比較直覺，冇同特定嘅經典相機品牌合作，所以我哋主要比較翻人像邊緣運算同埋散景運算嘅自然度。但係順帶一提，喺呢個平光嘅場景之下 ，Samsung 嘅運算人樣就比較 raw 同埋真實似肉眼見到，反而小米同埋 Honor 各自都會將人像係增加立體感同埋有打咗燈嘅感覺。OK， 同一個場景50mm 嘅 framing， 同一樣我都特登企翻喺樹嘅前面，比較複雜嘅人像同背景嘅 separation 運算，三部機都有將背景散景嘅位置高光位做成 bokeh balls， 而頭髮絲嘅邊緣就極致準確啦。最後 3.5 倍或者3倍人像模式光學變焦鏡頭之下嘅效果。今次小米嘅 Master Portrait 模式之下有將人像嘅膚色拉光啦，好似打咗燈咁。反而 Honor 嘅人像就立體而自然，冇特別太光。Samsung 都係比較平實嘅效果。好啦，頭髮絲嘅邊緣同埋散景嘅運算真係極之準確啦。而特別一讚都係背景嘅 bokeh balls 係好柔和。而反而眼鏡嘅邊框運算係比我想象中更加準確，呢度 impressive 嘅。好啦，翻去主鏡頭嘅人像邊緣打側面嘅時候，都係三部機有極致嘅準確效果。純粹係顏色啦同埋膚色嘅立體感運算上面各自有啲分別，大家會中意邊一個 profile 多一啲。OK， 至於主鏡頭自動模式之下嘅日夜拍同埋遠焦變焦嘅能力上面，超廣角鏡1倍嘅效果。呢個係3倍變焦鏡頭，對應緊小米嘅係5倍光學變焦鏡頭。咁小米喺遠焦能力上呢一張係稍微嘅優勝。好啦，呢個構圖留意住中間畫面嘅建築物，由1倍去到3倍啦，再到5倍，最後10倍。有5倍潛望式光學變焦鏡頭嘅小米 Mix Fold 4喺呢度有明顯比較銳利一啲。
好啦，同樣由超廣角鏡1倍啦、3倍，最後5倍，都喺小米 Mix Fold 4上面嘅光學變焦鏡頭，明顯會比另外2部手機稍微銳利一啲。好啦，最後夜景上面3部機都有1/1.56寸嘅主鏡頭 sensor， 所以喺低光嘅進光量都有相若嘅效果，再加埋 AI 嘅運算啦，3部機都好 sharp 同埋好光亮。好啦，主要嘅分別，遠焦嘅效果上面，夜拍又有冇分別呢？咁一樣去到5倍嘅時候，小米 Mix Fold 4嘅光學變焦鏡頭喺夜景低光拍攝就會同翻另外2部手機嘅遠焦能力變翻相若嘅水平。好啦，咁我哋睇咗機身硬件同埋相機之後，最後有軟件同埋 AI 功能上面，今次 Honor 終於喺 Magic V 3上面加咗 AI Magic Eraser 嘅功能，好自動化嘅，一件圈出咗唔需要嘅行人或者多餘嘅物件 ，AI 會認出咗主體之後直接 ran 走去，而佢都可以好仔細將呢個畫面放到好大，將一啲好遙遠或者好細嘅行人或者物件去移除。好啦，同一樣呢張相 Magic Eraser 嘅 AI 邊部機最勁呢？我哋一齊 ran 走呢啲行人。好啦，呢3部機入面嘅 AI Magic Eraser 入面嚟講 ，Magic V3 嘅仔細度算係最高嘅，同埋佢嘅 AI 運算 resolution 上感覺會係3部入面最高。喺呢啲細節 zoom 到好遠嘅人或者係行人啦，或者係雜物都可以用 AI 去 ran 走。自由度亦都會比較大啦 ，ran 出嚟嘅質感亦都係相對比較像真。好啦，呢張相一步到位啦，挑戰佢嘅極限。呢一張相背景其實有比較多嘅行人喺度，而我哋試下現場真係比較多遊客，冇可能等到冇人嘅。咁呢個 Magic Eraser 功能就大派用場咯。咁將佢完全移除晒所有嘅行人之後，準確度又會唔會 compelling 同埋說唔說服到人呢？咁再縮翻細，其實擺上 IG 應該冇乜人會 challenge 啊！呢張相係咪 ran 出嚟嘅咧？OK， 小米 Mix Fold 4嘅 Photo Editor 今次都加咗 Pro 模式嘅 Magic Eraser， 就係應用 AI 嘅認知能力嘅 Magic Eraser 啦。佢有認知人或者物件嘅能力，可以一個交叉將呢啲人去移除。而不過呢個自動偵測未必偵測晒畫面所有嘅人，特別比較細或者比較遠嘅行人，佢未必偵測到。用 Remove Object 嘅功能，佢就可以再大嘅自由度逐個人或者逐個雜物去移除啦。而小米呢套 AI 除咗雜物或者行人移除之外，其實仲有 Magic Sky 嘅功能，變到其他唔同嘅效果都得嘅。好啦，我哋又仔細咁睇下 ran 出嚟嘅效果到底說服力大唔大啦。右下角呢度人同店鋪 overlap 嘅位置，我盡咗最大努力，都係比較中至高嘅說服力，但係真係要聞相嘅話，唔難去發現小瑕疵。左邊呢度亦都係啦，遠睇唔容易察覺，但係 zoom 大嘅話，都一樣係唔難去發現小瑕疵。但係 overall 嚟講，放翻遠擺上 IG 應該問題唔大。而小米嘅 Photo Editor 仲有 AI Expansion 嘅 AI 擴圖功能，佢係有 AI 認知能力啦，將呢張相嘅 Field of View 直接拉大。好啦，最後 Samsung 最先有 Magic Eraser 呢個功能嘅手機，佢嘅操作都係透過圈出唔需要嘅人或者物件，然之後 AI 會揾出主角，再將佢用擦紙膠擦走去，然之後用 AI 一次過填充咗留空嘅位置啦。成像效果出嚟嘅說服力未必係3部入面最高。喺呢度如果要深入去了解，估計係呢度有2批唔同嘅 AI 嘅手機 ，Honor 同埋小米應用咗 Qualcomm 嘅 Magic Eraser 功能，而 Samsung 就應用翻 Google Gemini 一套嘅 AI 運算功能，出嚟嘅效果又有一定程度嘅分別。好啦，而至於 Generative Expansion 嘅擴圖功能，嚴格嚟講喺 Samsung 嘅 AI 係冇嘅。不過真係好想擴圖嘅話，其實都可以做到，可以善用佢嘅 Reframing 正負6度啦。我發現係可以填充到最大嘅4邊角落，反覆咁左邊、右邊正負6度咁做幾次，就可以某程度做到 AI Expansion。擴咗圖之後，愛嚟做咩呢？我自己最經常會用嘅係擴圖之後，再由一張橫倒4:3嘅相變成一張直倒16:9嘅相，可以 crop in 或者係重塑翻新嘅畫面比例嘅可能性會再大咗。好啦，而呢度係今次嘅精髓新加嘅功能 Sketch to Image 呢個功能可以最簡單淺白咁喺 Samsung Notes 入面用插圖嘅方式圈翻我需要變成圖畫嘅呢個 area。咁佢入邊有幾個唔同嘅風格可以揀，試下揀 Pop Art Generate。哇！佢
佢都會加咗一啲 texture 俾佢。反而呢個功能最亮眼或者實用嘅位置，其實有機會係編輯或者再 base on 原本用 Phone 6影完嘅相，再喺上面加一啲嘢。好啦，而除咗圖片編輯之外，其他嘅 AI 功能，首先 Honor 有 Magic Portal 應用喺 Magic V 3上面，佢有圖片同埋文字嘅認知能力，而最直接嘅方法可以係 Gallery 入面揀咗幾張相，長撳一次過拉晒去側邊藍藍地色呢個位置嘅 Magic Portal， 佢認到我最有機會拉去咩 Apps 嗰度，包括有 IG Reels 啦、IG Post 都得嘅。哇！佢直接就已經出咗一個 template， 就係我呢幾張相。而呢個功能都有連到去 Google Image Search 嘅功能上面，可以長撳拉咗去 Magic Portal 之後，拉到去 Google Image 呢一度做到 Image Search。另外 Magic V 3仲有 AI Translator Face-to-Face Translation 功能，即時嘅語音識得發聲嘅語言翻譯功能。咁佢目前有支援嘅語言就係呢幾個。喺呢度佢嘅中文係寫簡體字同埋講普通話嘅。不過我有試過講廣東話，其實佢又聽得明，不過要比較書面語嘅用語先聽得到。請問附近洗手間可以咩方法去？而佢有支援嘅語言暫時都比較有限，主流嘅日文、韓文、泰文呢啲喺呢度都未有。而呢個係 AI 嘅 Note Transcript 功能，佢就係配合翻原生嘅 Note App， 可以做到將而家錄音嘅內容直接轉成文字，然之後轉成其他嘅語言翻譯都可以。不過呢度佢就真係未有廣東話嘅支援，只係能夠認到普通話嘅文字。咁 Honor 嘅 AI 喺香港市場嘅在地化上面係需要努力嘅，咁再去提升翻我哋平常去用嘅時候嘅實用度。咁講到廣東話 AI 嘅支援，咁喺呢度冇得唔去讚一下Samsung 嘅 Galaxy AI， 佢有極準確同埋都地道嘅廣東話翻譯同埋辨認能力。詳細嘅 Galaxy AI 功能喺上一條片有完整咁逐一個功能講解。咁而大致上佢嘅 Galaxy AI 有 Call Assist 嘅功能，除咗原生嘅打電話 dialer 之外，其他嘅第三方 Apps 好似 WhatsApp、Line、IG 呢啲都可以將廣東話嘅對話內容翻譯成對方聽得明嘅語言，再將對方嘅語言轉成翻廣東話，而佢係識得發聲嘅。Circle to Search 同頭先 Honor 上面嘅 Image Search 類似，咁但係佢嘅唔同就係直接 hold 住主頁面控制就可以 read 到而家畫面嘅內容，唔一定係一張 screen cap 或者唔一定係一張圖，任何嘅畫面內容都得。另外有錄音嘅 transcript 變成文字內容，又或者將文章嘅內容翻譯同埋整合。文章內容 email 嘅生成，咁 Samsung 嘅大接 AI 功能亦都係最多最豐富。咁又有冇機會喺軟件上面會挽回到，又或者引起到你對於翻 Samsung 機嘅興趣呢？而最後小米嘅 AI 目前主要圍繞喺圖片編輯上面。好啦，最後有針對大螢幕或者係接機雙螢幕嘅系統點樣去操作嘅優化。首先 Honor 嘅外螢幕打開少少就已經即刻會轉咗去內螢幕嘅顯示，但係呢度初時我都冇留意到，但係原來 Honor 嘅系統會用翻手機嘅加速器同埋陀螺儀去感應緊部機有冇放喺台面上面，放咗喺平面同埋台面靜止嘅時候，打開咗呢個展示模式，佢就會自動將畫面內容轉咗去外螢幕嗰度顯示，幾聰明同自動嘅。而 Samsung 就轉軸好實淨啦，任意角度嘅調校都可以用到呢個展示模式。而 Samsung 嘅系統對於外螢幕幾時會轉到內螢幕，就係比較傳統同埋直覺，去打開到細角度嘅時候就會繼續會用翻外螢幕去顯示，直接放喺度就係一個展示模式。打開到一定程度超過90度啦，佢就會轉翻去內螢幕顯示。小米嘅操作邏輯都大致一樣，都係將外螢幕打開到細角度嘅時候，會繼續喺外螢幕用到展示模式。超過90度啦，就會轉翻去內螢幕嘅展示模式。咁而接翻埋就可以繼續喺外螢幕 carry on 呢個工作。而三部機嘅 App Continuity 喺內螢幕再到外螢幕嘅持續操作上面，其實都可以自己去 settings 入面切換。喺 Honor 上面包括有接埋部機就直接閂 mon， 又或者接埋部機繼續操作，或者接埋部機會用翻前鏡頭望緊我哋有冇望住部機，望住螢幕嘅話佢就繼續操作，冇望嘅話就會慢慢進入 lock screen。
呢個係幾智能同聰明嘅。Samsung 嘅操作就可以指定揀某邊一隻 Apps 係會閂埋塊 mon 之後繼續操作啦，而小米閂埋塊 mon 之後就有得選擇掃一下繼續操作，又或者閂埋之後直接閂 mon。好啦，仲有 Split Screen View 嘅多重視窗效果 ，Honor 係有支援左右或者上下兩邊嘅分屏，佢應對唔同有支援嘅 Apps， 好似 League of Legends 同 YouTube 兩隻都有支援橫向分屏嘅話，佢就做到一邊睇片一邊打機，咁一邊睇攻略一邊打機啦。係做到嘅，而 Samsung 嘅自由度都一樣最大啦，佢可以做到左右或者上下嘅分屏，而特別嘅位係佢針對其中一邊可以再做到1/2嘅分屏，可以同時間展示到3隻 Apps 嘅。而最後小米嘅 Multi Window 喺呢度有一個小投訴，希望下一代會改進。佢目前只係支援直向嘅分屏，任何嘅遊戲橫向好似 League of Legends 咁樣都係局限我打直去玩呢隻 game。咁呢個都係軟件啦，相信係容易解決嘅問題。OK， 最後仲有電池續航力測試上面，3部機都用1半螢幕光亮度播1個鐘 YouTube， 玩1個鐘嘅 League of Legends Wild Rift， 重睇1個鐘嘅 Facebook。好啦，呢度留意到小米 Mix Fold 4嘅電池續航力反而係3部大摺機入面最優秀，而反而 Magic V 3嘅電池雖然係3部入面最大，但係估計係軟件嘅優化未必做得最完美啦。反而佢嘅電池續航力稍微遜色於 Samsung 嘅 Fold 6。好啦，咁3部摺機我哋就比拼過啦，大家最中意邊部呢？